在都江堰市以南约14公里处，有一座享誉中外的道教名山，名曰青城山。它以幽著称天下，山中有茂密的森林、清澈的溪流和古朴的道观。无论是寻访道教文化，还是享受自然美景，青城山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。游览完都江堰，我就驾车前往青城山，距离14公里，需要28分钟。这里就是青城山景区的停车场，就是挨着青城山的火车站，而且就在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处啊，有好多拉客的，就是叫你不要停进这个停车场，然后呢坐他们的车去上山啊，或者怎么样。这种氛围啊，就是让人感觉特别不舒服。请问那个接驳车是在哪里坐？出停车场斜对面150米，路对面。路对面，好的。这里有一个指示牌，青城山景区的观光车，游客步行道。买了观光车的票了，往返35块。到了，大概坐了3-4公里的观光车吧。就在观光车的下车点这里啊，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只停着几台车，估计啊就是用来放那些工作人员自己的车啊。你看，就在那一边还有一个停车场，基本上呢也都是空着，所以说很明显嘛，他们就是故意要将游客中心呢修在几公里以外，让你再坐一段他们的观光车，再收一个35块钱的费用。西蜀第一山。这座门呢有点意思啊，是用纯木头搭建的，但这个门呢还不是正式的山门，而且呢这个门呢还是架在几根木头的中间啊。这根树木呢是直接穿过大门的上方了。上来这个山门小广场这里啊，还可以看到一座建福宫。而这边呢就是青城山的老山门了，也是景区的正式的入口。刚刚我在广场这里啊吃了一个面，现在是中午的1点半，看看等一下下来是几点钟。青城山的老山门，从这里进去，买过票之后呢，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啊特别高啊，每立方厘米呢达到了25000多个，是市区的180倍啊。上来之后呢，这里面呢还有一条步行街，有很多卖小吃的。来到这里啊，是有2条通道，这边呢就是去天师洞，另外一边呢是到月城湖。也就是坐缆车的地方啊，距此还有800米。等一下呢，坐缆车上到上面，然后在另外一边呢徒步下来。青城山，我们游客所能到的地方啊，就是老君阁，那里的海拔呢是1260米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是不需要爬那么高，因为就在山门那里啊，它的海拔呢已经是780米了。这里就是月城湖，在这里啊可以买票上船，坐船到对面的索道口。有艘船呢过来了，一艘船可以坐90个人，15分钟一趟。走过去呢，也就是几百米啊，就这么一点点距离啊，让你坐一下船，5块钱一个人，这个钱很好赚啊。到了，青城山的游客量啊还是蛮多的，因为一路上呢都是看到游客的身影啊。你看这边有一艘船过来了，
看看索道的票价多少啊？成人单程35。慢啊，平稳啊。这里有一个导览图啊，刚刚啊就是经过了月城湖，索道下站上来了，现在呢沿着这边呢往回逛。你看这里还有3弯9道拐呢，这里呢是非常的弯啊，估计不好走。然后下来这里呢是有一个天师洞，就回来了。慈云阁、国泰民安、普度众生。这另一边呢就是长生殿、药王殿、财神殿。中间这个道字啊，非常的艺术啊。这里还有滑竿可以坐。来，关照一下，关照一下，你坐还是拉不动？来吧，来。坐索道上来之后呢，还是有一段距离啊。这里去到老君阁，大概还有几百米。有一块大石头在路的中间，有一点时来运转的意思。这里有一个亭子，上来休息一下啊。坐索道上来之后啊，还是有一段路要走，估计从这里到老君阁还有几百米。天师池、上清宫、老君阁、青城山一路上啊都有卖小吃的，所以说不必担心路上啊肚子饿。这里就是天师池了，有很多人在这里许愿呢，有这么多许愿袋。这下面呢还有很多人丢了一些钱币进去。据说这个天师池啊，上承天泽，下接地脉，在枯水的时候呢，它不会干，而且水多的时候啊，也不会往外溢出来，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地方。继续往上面走，你看在那边呢还有一些宫殿，但是这里啊不属于游客通道，禁止通行。上清宫的正门，上来看看这2副对联啊，于今百草成原画。这边呢是自古名山代圣人，这是上德无为行不言之教。另一边是大成若缺，天德一以亲，这是冯玉祥的手笔啊。这2句话呢是取自老子《道德经》的原句。道德，降魔伏道，青龙殿、白虎殿、文武大殿、老君阁，往这边走，还有张大千故居，还在装修呢，当心碰头。这就是文武殿，可惜没有营业呀。里面呢是供奉着关帝还有孔夫子。继续往这边走，这里有一个亭子，如果遇到合适的天气啊，在这里呢是可以看到云海，但今天呢是有很多雾气。上清宫的海拔是1180米，现在还需要继续往前走，走一小段呢就到达老君阁了，那里的海拔是1260米，青城山的最高峰。大赤天宫、高台圣迹，这后面就是老君阁了，非常高啊，走进来看一下。站在这上面往下面看啊，雾气很大，这样显得更加的清幽啊。这里确实是一个打卡圣地啊，下面的人呢都在轮流拍照。这座老君阁原先呢只是一个亭子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改亭为阁。那么后来在2008年512大地震中啊就震坏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君阁啊是属于现代重修的，它高33米，有9层。看完了老君阁之后啊，现在开始往下面走。朝阳洞、天师洞，朝阳洞还有1200米，天师洞2400米。现在开始往下走，
青城山除了老君阁以外啊，主要的景点呢，其实还是往下走这一段。这里是一个 T 字形的路口，往左边呢就是上清宫，刚刚已经游玩过了。往右边，天师洞。哇，这边就是悬崖峭壁了。这条路啊，相当于是贴着崖壁走。在这里往回看一下老君阁，我觉得在远处来看啊更好看，在老君阁的脚下看呢，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啊。这里有个亭子，叫壮观台。可惜啊，雾气太大，看起来并不怎么壮观啊。这一段呢，必须得扶着旁边的铁链啊，因为这下面呢，至少都有70度了。这一路上啊，还看到有不少人从这条道啊爬上来。他们来的时间呢，我感觉有点晚了。到了一处崖壁了，我感觉快走到朝阳洞了。没错，朝阳洞就是在这前面了。为什么这里叫朝阳洞呢？因为这一面山壁啊，就是面向东方。早上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呢，会把整面山壁晒得通红，所以啊，得名朝阳洞。这个洞里面呢，面积呢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个人啊，是一个天然的洞穴。朝阳洞这里的建筑啊，都是纯木头打造的。看起来还是比较古朴。那么过了朝阳洞之后呢，接着往下面走啊，还有1200米就到天师洞了。哇，又到了一处驿站，这里有一些卖小吃的。这一路上都感觉很潮湿哎，你看这下面的石头呢，都是被水啊给浸泡过一样。这里还有一棵树，树根啊，几乎有1/3都露在外面了。青城山以幽著称天下，确实很幽啊。这里有座石拱桥不错。天师洞还有450米，祖师殿650米，还是直接去天师洞了。现在已经快4点钟了。刚刚看到还有很多人呢，往上面爬。大家如果说想节省体力一点的话呢，可以像我这样，就是坐缆车上去，然后从去天师洞的这条路啊，往下面走。这样的话呢，会轻松很多。我感觉上青城山啊，不是特别适合带孩子来，特别是4岁以下的，因为下山的这条路啊，太窄太陡了，小孩子比较容易累嘛。刚刚呢，我在上面呢还看到有一对夫妇啊，他的孩子呢就坐在阶梯上，走不动了。他的父亲呢准备背他上山。这一段呢就特别窄了，还需要贴着崖壁走，属于单行道了。如果说对面有人走过来的话，大家都需要侧着身子过，而且这地上啊很湿。刚刚在这里经过啊，差点错过一个奇观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背面，你看山体的裂缝非常深啊，一直延伸到顶部。然后再看一下这正对面，山的另外一边，这里也是有一条笔直的裂缝啊。像是整座山啊，就这样被劈开了一样。继续往前面走，天师洞就在前方的300米处了。原来这里啊是有介绍啊，叫做制笔槽。这个裂槽呢，深呢大概为300米，宽20米，2沿断裂，形成深谷，就是刚刚拍到的那条沟。大家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吗？孙悟空拜师菩提祖师的那一段啊，就是在这里拍的。
这个阶梯相信看过86版《西游记》的应该都有印象。这个门呢也是86版《西游记》的取景地之一啊。当时他拜师的时候呢，敲门啊，就是敲的这个门。只是当时拍戏的时候呢，这道门呢是白色的，现在被漆成了红色，上面是写着五洞天。青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，道教的创始人张陵，或者叫张道陵呢，就是在这里创立了道教。最初并不叫道教，而是叫五斗米教。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啊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就是他们的传道的手段啊，就是通过帮人看病。比方说一个人病了，他就用符头啊，手画的符头烧成灰，泡成水啊，就给病人喝。然后呢，这个病人呢就要给道士五斗米作为报酬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假如说有人要加入这个道教啊，就要给这个道士啊交出五斗米作为入会的费用。斗是一个计量单位，大概啊就是这么大，有几斤重吧。所以说这个五斗米教的名称啊就是这么来的。又到山门了，青城天下幽，青城以幽著称天下。看一下时间了，16点54，逛了大概有3个半小时，趁还有最后几分钟啊，赶紧回到坐观光车的地方，然后坐车回去火车站那里。